好美啊！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在上喜教的前一刻。知薇，对不住，今日我们的婚事怕是办不成了。我要将正妻之位给禅一，但是你放心，7日之后，我一定8抬大轿，抬你进门为贵妾，可好？看来他也重生了。好啊，我成全你。知薇，我就知道你最识大体了。哎，对了，禅一出嫁缺少嫁衣和嫁妆，不如就用你的吧，反正你就是个妾，也用不上这些。文宇，上辈子我真是瞎了眼，竟没发现你这般无耻。顾郎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小傻瓜，当然都是真的。主母之位，你配得上。可是，大小姐真的会将10里红妆和价值万两的凤冠霞帔都让给我吗？放心，她连我都舍得让给你，更何况这些外物呢？从现在开始这些嫁妆和嫁衣都是你的。谢谢顾郎，那奴家就不客气了。放肆！本小姐的东西你也敢抢？放肆！你干什么？教训下人啊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你，顾郎，你千万不要怪小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是奴婢，挨打本来也是家常便饭。禅一，你不必妄自菲薄，你马上就是我的妻，谁都不敢轻视你半分。柳之薇，你出身名门，为何这么不懂事？禅一是我的妻，我需要给她一些主母的体面。反正你也要嫁我为妾，你的那些嫁妆和嫁衣也就是我顾家的，让给禅一怎么了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姓顾的不仅要娶一个丫鬟为正妻，还要让将军府的大小姐给她当妾，更要让这个大小姐给这个丫鬟准备嫁妆。她是不是疯了？谁说不是呢？这姓顾的真是糊涂，连珍珠和榆木都分不清楚。诸位，知薇已经答应成全我和禅一了，这是我们3个人的家事，就不劳烦各位操心了。顾文远，谁和你是一家人？你干什么？我只答应了成全你跟禅一，但从没有答应给你当妾。禅一你可以带走，但柳顾2家的婚事就此作罢。柳之薇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能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？你那么爱我，你不嫁给我，还能嫁给谁？知薇，此生无缘，愿你一生无怨，喜乐长安。只是我要嫁给谁，不需要你管。我知道你是因为被一个丫鬟踩在头上生气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是重生回来的。上一世你不能生育子嗣，都是禅一为我生儿育女。禅一是我顾家的大功臣，这辈子我一定要弥补他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吧？你疯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顾公子刚才说什么前世今生的，我以为你发了癔症呢，想给你打血。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顾郎？没事吧？顾文远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是不可能嫁你为妾，你死了这条心。柳瑞，你没有前世的记忆，怪我。可是你要为我想一想啊！若禅一只是个妾，那她所生的孩子就只能是庶出。上辈子我已经亏欠禅一和孩子们，这辈子我不能再让我的儿女乞讨。柳之薇，你真以为我没有脾气吗？抱歉啊，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以为你又发了癔症呢。你行，
我不跟你一般计较，但是你能不能别再闹了？我知道你只是一时在赌气，你那么爱我，你放心，我柳之薇绝对不会阻挡你跟禅意的好姻缘。我也请你不要再来骚扰，你娶谁为正妻，立谁为嫡子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柳之薇怎么看起来和以前不太一样呢？顾郎，谢谢你为我争取了这么多，但是我不要这些身外之物，只要能嫁给你为妻就够了。小姐的这些东西，我也是万分不敢染指的。禅意，还是你最贴心。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最好的。这样吧，柳之薇，你的嫁妆和嫁衣不必让出。这些年来，禅意对你是忠心耿耿的。如今她要出嫁了，你为她备份嫁妆，不过分吧？柳之薇是将军府嫡女，她备的嫁妆定是极好的。多谢顾郎，你为我想得这么周全，以后我一定尽心侍奉您。谢他干什么呀？我还没答应呢。柳之薇，听说10年前你在路边捡了禅衣，救了她一命。这么些年来，她也侍奉你这么久了。如今她要出嫁，你为她备份嫁妆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是啊，小姐，虽然奴婢出身卑微，可好歹这么多年，我也尽心尽力的伺候您了。您应该……你们也知道，当年是我救了他呀。听你们这口气，还以为欠下救命之恩的人是我呢。这丫鬟夺了小姐的夫君，还要小姐为她准备嫁妆，这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呀？谁说不是呢？这背弃救主的东西，要我说，打死都不为过。柳小姐还是太仁义了。顾郎，奴家命苦，求您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您跟小姐的情分。哼，禅意，你没错，错的是他柳之薇。柳之薇，你这刚硬的性子，真敢好好磨磨了。等7日后你进门，我定找个厉害的嬷嬷，好好教训教训你。顾公子，看来你又在胡言乱语了，需不需要我帮你清醒一下？没出息，下河回府关门。是。柳之薇，你在家中等我7日，到时候我一定会纳你进门的。放肆！顾家那小子竟敢如此作践你！明日上奏，我定要授顾家父子一班，非要那小子亲自来上门给你赔礼道歉。罢了，父亲，我跟那顾文远早已无情义，正好退回两情。更何况我现在想嫁的另有其人。是谁？小姐，小姐，老爷，小姐，永年侯世子来求亲了。真的是他，江燕。伯父，永宁侯府世子江燕特来求娶柳小姐。前世我父亲心直口快，得罪了皇上，是他仗义直言化解了陛下的疑虑。后来他征战沙场，保家卫国，屡破敌军，最后却被奸人所害。再后来，我与父亲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本诗集。之薇，此生无缘，愿你一生无语，喜乐长安。这不是我的笔记吗？这本诗集他居然保留至今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一直偷偷地爱慕着我。可上一世，萧燕并未来我府上提亲。柳小姐，我们家公子知道您当众撕毁了顾家的婚书之后，马不停蹄的就赶过来了，还请柳小姐给我们家公子一个机会。江湖，闭嘴。看来是我这一世的改变，给他带来了些许的鼓励。
伯父，这是婚书，还有库房钥匙，以及世子府的账本。只要柳小姐愿意嫁给我，以后她就是我世子府唯一的女主，我定对她珍之重之，百般呵护。世子莫急，婚事如何，还需小女自己做主。方才知微和我说，她想嫁的另有其人。什么？是谁？这么多年，除了那个姓顾的，我明明从未见过你和别的男子接触过，你怎么会？爹，女儿刚才说的想嫁之人就是江世子。哈哈哈哈！原来你们早就心有灵犀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和你娘报喜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柳小姐，江湖是吧？你带着这些东西跟我走吧。柳小姐，你方才的话当真？可你之前不是因为那个姓顾的对你有过救命之恩，非他不嫁吗？又怎会对我？我跟顾恩远的恩怨已结清，我不欠他的了。上辈子我为了他呕心沥血，操持家事，该还的已经还完了，这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。可为什么是我？你我二人之前并未有过多交集。我还想问你，为什么是我呢？难道是因为10几年前我救过你？你都想起来了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小哑巴。铁嬷嬷，你看，这有个小孩，他好可怜呀。我们给他带回府里吧。呀，你醒了，是我救了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难道你是哑巴吗？那我以后就叫你小哑巴吧。后来没过多久，你就离开了，我哭得很伤心。生了一场大病之后，昏昏沉沉的就把你给忘了。我不是有意弃你而去的，是我爹他。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现在都想起来了，就算你今天不过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上辈子直到临死前的走马灯，我才恢复了记忆。这辈子我一定会护你周全，不让你英年早逝。志伟，我可以这样嫁给你？当然可以了，你都上我家提亲了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，绝不负你。我信你。好，那等双方父母商定之后，我便来娶你。小姐，你看这块布拿来做红盖头，刚刚好。确实不错。顾老，小姐她怎么追到这里来了？陆家不过是想跟你一些独处的日子，没想到她竟这般容不下，真是晦气。你们两个眼睛是瞎了吗？明明是我和小姐先来的。柳志伟，我之前是说过7日后娶你，但现在禅姨想与我过段清静日子，你就再等等，半个月后我定接你过门。顾公子，你这自说自话的毛病是越发的严重了，我看你还是找个大夫瞧一瞧吧。我们之间的婚约早就作废，你若再诋毁我的名声，小心我！小心我！柳玉这般果断，难道是真的铁了心了要解除婚约？顾郎，小姐分明就是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嫁，却偷偷过来选红盖头的布料，这分明就是等不及了。不错，我对柳追有救命之恩，他分明是爱惨了我，怎么会舍得另嫁他人？志威啊，我知道你在赌气，但是无妨，我身为你的未来夫君，是不会和你一般计较的。有病！夏荷，拿上布，我们走。是。顾郎，陆家身份卑微，还没穿过这么好的料子呢。
喜欢就买。谢谢顾郎，你对奴家可真好。柳之尉，就算你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又如何？顾郎宠的是我，等来日你进了顾府的门，照样要称我一声主。我们换一批。啊，这个我也看中了。你故意的是吧？姐姐，看来我们两个人的眼光很相像呢。是吗？那还真是晦气。没办法，姐姐，顾郎说了，我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毕竟我是他唯一的正妻。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这个我要了，这个我也要了，这个，这些我都要了。顾郎，这些料子我都喜欢，你都买给奴家好不好？这些布料都珍贵无比，全部买下恐怕要不少钱啊。顾家是清流门第，本就不富裕，听说前些日子给禅英置办了不少的衣裳首饰，如今若是再拿出这么一大笔钱，恐怕顾家就又要喝西北风了。顾郎，柳之尉，前几日你害我和禅医颜面尽失，今日正好给你一个赔罪的机会，你将这些布料都买来送给禅医，就当孝敬主母了。顾文远，我看你真的有必要去好好看一看大夫。小姐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的钱就是顾府的钱，我们只不过是提前支用些许，你应该不会吝啬的，对不？没钱装什么破气，平白招人耻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没钱？这是我跟顾郎给你赔罪的机会。顾文远，你好歹也是一个二甲进士，居然说出了方才那般寡廉鲜耻之言。你这圣贤书是都读到了狗肚子里去了吗？没钱就没钱，你还说的那么好听，有什么用啊？文人的死清高呗，没钱也想装大气。柳之尉，既然你这般不识抬举，那就1个月后再进门。这段时间你就待在将军府，好好思过吧。禅医，我们走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奴家不小心手滑了。姐姐，这些都是你刚刚看中的布料，不要忘了赔钱哦。你自己蠢，你还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蠢啊？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这料子是你自己捡的，与我何干？等你嫁进了顾府，我是主母，你是小妾，自然应该你来买单了。掌柜的，还不报官啊？多谢柳小姐提醒。来人，给我拦住顾公子和他夫人！今日若是不赔钱，休想踏出这门半步！放肆！我乃顾家公子，陛下钦点的进士，谁敢拦我？顾进士，您夫人亲手捡坏了我铺子上等的布料，纵然您是皇家贵胄，这银子也得分文不少的赔呀。我这店里可都是人证。是啊，我们可都看到了，是顾夫人把这料子捡坏了的，和人家柳小姐可没什么关系啊。就是，他们夫妻俩把我们当傻子吧？若二位赔不出银子，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顾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不想牢底坐穿。放心，有我在。柳之尉，这点钱对于你们刘府来说不过是9牛1毛，你就付了吧。只要你付了，我们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别做梦了。与其在我这里胡言乱语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替你这个夫人收拾烂摊子。禅爷，事急重前，就先把你的首饰镯子当了救急，等我授官领了俸禄，立马给你更好。顾郎，奴家身份卑微，若是再没一些贵重的首饰撑门面，岂不是要被那些官小姐笑掉大牙了？还怎么为你走动啊？奴家的脸面可是你的门面呀！
你们究竟赔不赔钱？若是再不拿出银子，就别怪我真的上报开封府了。别！我这祖传玉佩够抵你这破布料了吧？下去吧。站住！柳之威，纵使你今天对我不义，但1个月后，我依然要纳你进门。你这段时间好好反思下，望日后不许再做有损我顾家利益的事。让开！不管你现在如何嚣张，等日后进了我顾家的门，就是我顾家的人，我就是你的未来夫君，禅一就是你的未来侄女。又在胡说八道啦！顾郎莫急，等她嫁进了顾府，我一定好好治治她，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夫为妻纲。禅一，还是你最得我心。等日后迎娶那天，我就牵一头小毛驴去，好好吓吓他柳之威的面子，让他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都听夫君的。之威，之威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啊！世子，老爷靠夫人请你前去商量聘礼规格。好。父亲、母亲，关于聘礼孩儿已经想好了，就按当朝顶配良田1000亩，铺面100间，黄金1万两。孩儿要以10里红妆，风风光光迎娶之威入门。小姐，您今日真是太美了，美的呀，奴婢都挪不开眼了。前世我嫁给顾文远，操持一生，呕心沥血，差点忘记了，我也曾是千娇万宠的大小姐，也曾被人捧在手心里。小姐，迎亲的队伍来了。走吧。顾郎，我怕。禅一，你放心，就算今日他柳之威进了门，你也是我唯一的正妻，以后你生的儿子就是我顾家的嫡子。有顾郎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就去柳家接柳之威过来，等他入门以后，我让他亲自为你这个主母敬茶。谢谢顾郎，那奴家就在府里等着你。这么大的排场，也不知道谁家再去请。今日永宁侯府世子江燕以3媒6聘为礼，携10里红妆，恭迎柳氏之威小姐为妻。这怎么可能？婚书为证，天地为鉴。今日江燕愿以性命护之威周全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绝无二心。若为此事，天地不容。去吧，为父相信，嫁给江燕，你会幸福的。看来刚刚是我听错了，这世子妃的名字和柳之威的还挺像。诸位，为夫来接亲了，快出来和为夫回府吧。柳之威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别耍小性子，为夫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你们小姐人呢？快叫她出来，耽误了吉时可就不好了。我们家小姐刚刚已经嫁人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
柳追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她明明爱我，爱的要死。少爷，少夫人说她胸口疼，让您赶紧回去呢。这样，我先回家看看禅意，接亲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告诉柳之薇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叫她见好就收。唉，可我听说柳小姐已经嫁人了，少爷这是接哪门子亲？莫不是发癔症了？禅意，你没事吧？父郎，我突然觉得胸口发闷，你快帮我揉一揉。小姐她接回来了吗？别提了，柳追她又闹脾气，我都已经到她家门口亲自接亲了，她居然让下人骗我说她已经嫁给了别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顾郎别气，都怪我，姐姐肯定是不甘心当妾室，要不我还是把正妻之位让给她吧，否则我怕她到时候对我……禅意，这顾家主母之位，除了你，谁都当不得。有我在，你放心，他柳之薇不敢拿你怎么样。谢谢顾郎。禅意，顾郎，少爷，柳小姐已经……你来干什么？是柳之薇已经接回来了吗？安排最破的院子给她住，告诉她，再敢胡闹，我就将她贬为通房丫头。少爷，没听见顾郎说什么吗？还不下去，小心挨板子。是。顾郎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诸位，江郎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们真的成亲了。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机会。我之前做过一个梦，梦里你和顾文远成亲了，白头偕老，而我早早战死在沙场上。不许胡说，那只是梦而已。这辈子只能是我们两个人。诸位，就算是天定的良缘，也会有辛苦。顾郎，今天可是你跟小姐的洞房花烛夜，我们这样，她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放心吧，她是大家族培养出来的贵女，既然已入我顾家为妾，就自该懂得安守本分。顾郎，人家可没有小姐那么显赫的娘家，只能仰仗你的宠爱了。求你多多宠宠人家。诸位，你醒了？怪你，怪我，都怪为父不好，昨晚没控制好自己。不许说，青天白日的也不嫌害臊。这有什么好害臊的？我跟自己娘子说一些体己话，有什么好害臊的？你要再这样，我不理你。错了，娘子，你可不能不理我。这你要是不理我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好啦，别品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是不是该给爹娘敬茶了？不用去了，爹娘说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用不着这么多规矩。可是，娘子，这么有精力的话，不如再陪为父睡一觉。
这柳之威也太没规矩了，不知道进门第2日要给主母敬茶吗？顾郎，我看他肯定是生奴家的气了，为了家和，我还是去给他赔罪吧。胡闹！你一个主母，岂能向一个妾室低头？我顾家的家规是摆设吗？我这就让他知道厉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对了，你赶紧去看看柳之威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来给主母请安？少爷，老奴昨日就想向您禀告，柳小姐真的嫁人了。若您昨日去追，也许还来得及。可现在一切都晚了。什么？什么？顾郎，这不可能！柳之威那么爱我，她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现在就要去刘府去看看。顾郎，你千万别去，他弟是在诓你。若你现在过去哄他，他肯定要拿捏你一辈子的。真的吗？少爷，阿远，幻小姐，你参选的庶吉士考试落榜了，进不了翰林院了。什么？我不信！上一世我前世明明考进了的，这次怎么会落榜？定是柳之威，肯定是在从中作梗，想以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，好拿捏我。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禅意，你前几日不是说想去踏雪吗？我们现在就去。至于柳之威，就先晾着他，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。都听顾郎的。你又说什么傻话？你落榜了，怎么还有心思去想着踏雪呢？娘，您别急，我已经知道是谁在搞鬼了。等我踏雪回来，就去找他算账。走。老夫人，少爷最近好像这里不太……闭嘴！不许胡说八道！女儿回来了。女儿，你过得还好？有没有受欺负啊？江郎他对我很好，娘您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香烟啊，如今你也是我将军府的一份子了，今日回门宴，你可要和老夫好好喝几杯。那是自然。小婿啊，今日带了珍藏多年的好酒，定当与岳父大人一醉方休。好，饭菜已经备好了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岳父，告诉你，江家小子，要是你对我女儿不好，我管你什么世子不世子，老子可要打你！岳丈大人放心，知薇是我最爱的人，我绝对不会负她。哈哈哈！好，说得好。别喝了，你们喝的太多了。娘，快管管爹。爹呀，别喝了，让孩子们见笑了。知薇呀，你也别怪你爹，他呀是看你嫁了个良人，他开心。前世我嫁给顾文远之后，便日夜为顾家操劳，甚少回来家里。偶有一次回来，也免不了和爹娘吵架。顾文远又没跟你一起回来。文远他翰林府有点事儿，所以他就……什么有事儿？我看到顾家小子根本就没把将军府放在眼里。爹，不是你想的。我柳真天怎么会有你这么窝囊的女儿？我都听说了，在那顾家，你被那妾室骑在头上。你要知道，你可是我将军府的嫡女。爹，文远他说过我是他最爱的人，就是因为我不能生育，所以他才纳了禅意为妾。他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呀，你这个榆木脑袋！我每次回来您都说文远不好，你下次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现在想想，爹娘的指责都是在为我所委屈，字字句句都是心疼。娘，他们喝的太多了，你先扶爹回去休息吧。喝，快走吧，回去休息。别走，继续喝，明日继续。娘子，怎么哭了？张琰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默默爱着我。
娘子，你要去哪儿？你乖乖待着，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啊。江湖，看好你家世子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你乖乖待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这都第3天了，柳之薇居然还没有来向我道歉，怎么感觉这么不对劲？文远，你不是说知道是谁搞的鬼吗？快去找他啊！这能不能进翰林府，可是关系到你的前途，可马虎不得啊！不行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找他说个清楚。顾郎，你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小姐，奴婢记得这芙蓉楼的点心，小时候你最爱吃了，长大之后就再没见你吃过，怎么今日又想起来买了？不是我吃的啊？怎么样？这是我最爱吃的甜点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原来你不是哑巴呀？哦，没什么，我们快点回去吧。柳之薇，我没考进翰林院的事儿，是你搞的鬼吧？你在说什么？别装了，上一世我明明考进来了，今生为何会落榜？肯定是你还在和我赌气，想用这种办法引起我的注意，是不是？顾文远，前世今生这种怪力乱神的话，你还是不要再说了。还有啊，你没有考上，怎么不往自己身上找问题啊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全城都知道，你顾文远之前逼着我堂堂将军府的嫡女为妾，你得心有亏，翰林府不录你，不是必然的吗？原来小姐还是因为你要做妾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啊！柳之薇啊，我知道你嫉妒禅意，可你们夫妻俩还真是一唱一和的呀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已经成亲了，以后你们再是胡言乱语，坏我名声，我定让父亲如实的禀告圣上，到时候可不仅仅是进不了翰林府。成亲？不可能！3年前你从冰湖中被我救上来时，你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哪个正经男人还会要你？是啊，顾郎说的对，小姐，你已经失了清白，也就顾郎心善，还肯愿意让你入府为妾呢。哼！既然你们上个人讨打，我就成全你们。掉入冰湖那一日，我穿着厚厚的冬衣，何来肌肤之亲这一说呀？小姐，我知道你还是对我多有怨恨，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想法子让顾郎考进翰林院，否则他这辈子就与内阁无缘了呀。哦，他的前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若你是因为顾郎要娶我为妻，你才不肯帮他，那我不如去死算了。你随意。柳之薇，别走，给我回来！父老，禅意，不要做傻事。纵使我没有进内阁，我也可以靠自己的实力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我自然是相信顾郎的。不过，这柳之薇这辈子属实是过于奇怪了。难道他真的不在意我了吗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，他心里肯定还是有我的。江郎，你可是醒酒了？方才江湖已经让我喝过醒酒汤了。娘子，你这是从外面回来吗？快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。这是桂花糕，尝一尝，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样不一样？好吃，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样。你也吃？我现在不喜欢吃这个了。之前我给你吃过桂花糕之后，你第一次跟我说话，但是没过多久你就消失了。我拜托我父母找了你好久好久，最终还是没有找到。后来我发了一场高烧，把我们俩之间的事儿都忘了，也连带讨厌吃这个桂花糕。
对不起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幸好上天垂怜，让我恢复了记忆，也让我们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志伟，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我也是。志威啊，以后别忘了多回来看看。知道了，娘，我会的。外面风大，您和爹先回去吧。走。江夜，别用你的脏手碰志伟，他是我的。顾文远，你有病就去找大夫，少在我面前发癫。我现在是江夜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与你毫无瓜葛。什么？你说你是他的妻子？我不信。这顾公子怕不是得失心疯了吧？京城谁不知道柳小姐已经成为世子妃了，她居然还敢胡搅蛮缠。可不是嘛，听说他之前还想娶一个丫鬟当正妻，现在居然还想娶柳小姐做妾，这脑子真不知道是怎么考上进士的。你们都闭嘴！这是我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，都给我滚！志伟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让你做妾了，我这就带着三叔油聘娶你做正妻，可好？知薇是我堂堂正正娶回来的世子妃，不是谁的妾。志伟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你就别连和江夜一起演戏骗我了，好不好？你江郎，我看这姓顾的呀，是真听不懂人话，我们赶紧还是快些回府吧，不然太晦气了。好。这柳知薇怎么会嫁给世子呢？她明明爱惨了我。哎呦！哎，咱们世子那性子对所有女人都不屑一顾，怎么突然就娶了个世子妃啊？对呀，咱们世子以前可是从不近女色的，甚至还有被世子拒绝的贵女，背地里宣扬咱们世子不行呢。哎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我知道现在为什么娶柳知薇了。柳知薇前世那么爱我，心甘情愿的为我操守一辈子后宅，这一世他定是为了气我，才故意找江燕一戏。江燕不近女色，说不定有龙阳之好，娶她定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癖好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，我得去找她。不过缘分这种东西可真是挡不住啊！现在咱们世子不就拜倒在世子妃裙下啦？哎，世子妃聪慧温柔，世子喜欢她也是应该的。听说昨天世子为了世子妃，把那些散播谣言的人处置了。我一定要把柳知薇收回家。上一世就是靠着她持家，我顾府才风生水起。这一世我宁可让她做妻，禅意为妾，也要把她娶回来。志伟，哎，志伟，我知道你其实思念极了我，你和江燕结婚不就是为了气我吗？你们假成亲，我都知道了。顾公子，你看好了，这是世子府，不是你能胡作非为的地方。柳知薇，这次我来可是为了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只要愿意和我回去，我就将你抬为正妻，禅衣做妾。有病！你若发议政的话，去医馆发。世子府不接待听不懂人话的疯子。夏荷啊，新娘好晦气，不宜出门。回府。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顾郎，刚刚大夫看诊说奴家怀了你的孩子。禅意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知道你依然心系着小姐，我也希望你们能重归于好，但能不能再等一等，等我的孩子出生当了嫡子，您再将小姐配为正妻。我家自知身份卑微，可小姐她不能生啊，我家传宗接代就靠我了。顾郎，我当妾没关系的，可你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孩子，是个庶出吧？志伟，禅意说的也有道理，顾家的香火阿父不大，这正妻之位我一时半会儿真给不了你，你再等等好不好？
上一世柳之薇辅佐我的仕途，帮我操持家事，禅意与我风花雪月，快活滋润。这辈子我也必须让所有事情回归正轨。不用了，我看你俩呀十分的相配，我祝你俩永远锁死，永不分离。柳之薇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你放狗！好你个柳之薇！上一世再过不久就是太后寿宴，我凭借一件寿礼赢得太后喜爱。这一世我就让太后做主，把你赶出世子府，届时你就只能嫁给我了。上一世我就是凭此物赢得太后欢心的，这一世只要我故技重施。太后娘娘，草民恭贺太后娘娘万寿无疆，特来献礼。合理。这寿桃除了大喜，有何特别？上一世我靠此物赢得了太后欢心，顺带提拔了陆文远。他只知道此物是寿桃形状，却不知内里别有洞天。太后娘娘您看，这是草民特意为您定制的寿桃点心，选用的都是上等的精米磨粉，还添加了蜂蜜白糖，口感香糯软甜。小宝，看我等下讨了太后欢心，怎么让太后治你？上一世我在寿桃中放了天山雪莲、千年人参、铁皮石斛等数十种珍稀的药草，表面看是寿桃，实则能滋阴补阳、延年益寿的天地珍宝。太后常年操劳，身子亏空，吃了寿桃后精神大好，才肯对我高看一眼，顺带提拔了他。顾文远自以为随便拿了寿桃就能讨太后欢心，简直愚不可及。太后娘娘，草民还有一事相求，请娘娘恩准。他送这么一个破桃子，还敢对太后娘娘提要求啊？见过寒酸的，没见过这么寒酸的。说。太后娘娘，草民要揭露永宁侯世子江燕和柳之薇假成亲，实属藐视皇威。跳梁小丑，草民也是为了维护世子府的声誉，为了不让皇家的颜面受损，才不得不站出来戳破这个谎言。更何况柳之薇根本就不能生育，她当年若是伤了包公，这样一个无法为世子府传宗接代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做世子妃，也不配成为皇家的亲眷。太后，顾公子恶意攀咬，此举扰乱了娘娘的寿宴，罪孽深重。臣女早与他划清界限，臣女请命将他逐中宫去，以免扰乱了寿宴的喜庆氛围。柳之薇，你恬不知耻！我不过就是指出你的心思深沉，你竟要将我赶出去，你不是心虚是什么？哀家虽不喜欢这个顾文远，但事关皇家子嗣，哀家不可让言儿受了委屈，更不可让他无后。江燕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回太后祖母，方才顾文远所言全是无稽之谈，
我与之薇情投意合，名为正娶，有婚书作证，自是真心相爱。太后娘娘，世子府娶了柳之薇，等同绝后。柳之薇就是个祸害，还请太后娘娘准许世子和柳之薇和离，将她许配给草民。柳之薇，除了我，不会再有人包容你了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和离后嫁给我，别把场面闹得太难看了。不能生养，对皇室来说确实不是儿戏。没错，还请太后娘娘赐和离。那便谁说我不能生育了？谁说我不能生育了？太后祖母，之薇已经怀了本世子的孩子，是永宁侯世子府的嫡长孙。不是说世子妃不能生育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说不定是世子为了维护世子妃颜面，故意这么说的。到时候抱养一个孩子，谁知道呢？不可能，她当年落水伤了包公，根本就不可能怀孕。一定是你为了不被和离，故意编出谎话。你竟敢欺骗太后，这可是大不敬之罪，是要掉脑袋的。顾文远，我身体一直很健康。回见世子，夫人身体非常健康，并无发现任何异常。原来我的包公并未受损，这就意味着前世我同样能生育，没能为顾文远诞下子嗣，并非是我的问题。不知什么时候顾文远这个蠢妇才会发现，他把别人养一辈子的孩子。臣女是否欺瞒太后，不妨请来太医一验便知。对，问太医好，太医诊断不会有假。请太医。太后娘娘，臣女当时落水，只是受了一点寒凉，早已调理妥当。今日之事，不仅关乎到臣女的名誉，还关系到世子府的声誉。若臣女可以生育，还望太后娘娘惩治顾公子，以证臣女和世子府的清白。上一世陈毅为我生下一儿一女，你就是一个种都没生下来，我还能不知道你的身子？草民愿意。若柳之薇真的能生养，草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。准。陈月盼，你可要瞧仔细了，这个女人狡猾得很，你要是敢包庇她，隐瞒事实，可是欺君之罪。顾公子，安静，老臣要仔细把脉。亮天也不敢和柳之薇串通，欺瞒太后。请太后娘娘已成定论，如何？怎么样？是不是不能生育？回禀太后娘娘，恭喜太后娘娘，恭喜世子，世子妃脉象平稳，乃实打实的喜脉，已有1月有余，胎象稳固。怎么可能？赏！恭贺世子，恭贺世子妃，恭贺世子，恭贺世子妃。顾公子，以太医把脉为证，喜脉确凿，你可否心服口服？太后娘娘，这绝不可能，一定是柳之薇买通了太医。你个贱人，为了保住世子妃之位，连欺君罔上的事都做得出来！住口！顾文远，你屡次三番污蔑世子妃的清白，扰乱太后的寿辰，是没把太后放在眼里，还是觉得我世子府可以任你拿捏？万太后明鉴，草民绝无此意。这世子怎么真的这么护着他？难道他俩是真的相爱？不行，我不能得罪世子。顾公子，上一秒还口口声声的说人家不能生养，这一刻人家都怀上嫡子了，真是可笑。
我看啊，与其盯着别人能不能生，不如顾公子好好查查。俗话说，盯着别人有的东西，一般都是自己没有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娶，非娶个丫鬟，现在又死缠烂打，散播谣言，此等品行，就算有子嗣，也绝成不了气候。太后娘娘，还请您看在草民送您称心授礼的份上，请您替草民做主，处置这些乱嚼舌根之人。哼，你笑什么？顾文远还以为能如同上一世一般博得太后的喜爱，可惜这一世没有我，你什么也不是。这人脸皮真是厚，不过一个白面馒头，倒敢跟哀家腰上。太后娘娘，臣女不才，也备了一份寿礼。哦，合理。什么东西还能比我送的更得太后喜欢？正是此物。还当是什么呢？就这么点东西，还不如我送的呢。太后娘娘，此物有延年益寿之佳效。柳之外，你别说大话了，就这么点东西，还年年益寿？哼，当心太后治你欺君之罪。太后娘娘，此物初看平凡，但实则内有乾坤。故弄玄虚。什么味道？这么沁人心脾，让我感觉我躺在棉花里，好像仿佛一切疲惫一扫而空，我好像回到了18岁了。太后娘娘，此香囊呢名为雪净凝香，采用188种名贵的药材和珍稀的香料，并且用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。其中最主要的是雪域安神草，是家父在镇守西边时偶然所得，再加上世子府独创的炼药锁香的工艺，白天可以提神醒脑，夜间呢可以安神无梦，长期使用下来可以滋养皮肤，延年益寿，可不是其他香料可以比的。怎么可能？哎，呈上来。好，正如世子妃所言，方才哀家还觉得心口发闷，现在竟然全然舒展了，这功效比太医开的安神汤还管用。不可能！太后娘娘，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，说不定是毒草，会害您折寿的。住口！如此诅咒太后祖母，当满门抄斩！顾文远，你罪大恶极，你可认罪？顾文远，罪一：私闯寿宴，藐视君权；罪二：当众骚扰本世子妃，捏造谣言，毁女子名节；罪三：污蔑皇亲贵族，捏造诽谤；罪四：诅咒太后，罪该万死。太后娘娘，方才顾文远当众承诺，若是本世子妃怀有身孕，他便接受一切惩罚，还望太后娘娘严惩他。来人，将他拖出宫外，杖责80，永不许入宫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饶命啊！草民也是一片忠心为您着想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柳知微，太后娘娘，知微、江言，来。知微啊，方才让你受委屈了。那狂徒多次滋事，竟扫了你的兴致，还惊扰了腹中的胎儿。太后，您言重了，有太后做主，臣女一点都不委屈。这金钗是先帝赐给哀家的，戴了30年，今日就赏你了。谢太后娘娘。
传哀家懿旨，命上公举改制纯金长命锁1枚，镶嵌7宝，上刻福寿绵长，送到世子府中，传给世子妃的孩子。以后谁要敢欺负世子妃，那就是跟哀家过不去。恭贺世子，恭贺世子妃。啊，顾郎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？都怪柳之威那个贱人！啊，哎呦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爹娘，之威，我都听说了，太后寿宴上那个顾文远出言不逊，幸好他也得了教训。你和孩子没事吧？没事的。那个顾文远，若敢再污你的名声，我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个是补身子的甜水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不爱吃苦的，我特意吩咐太医重新调的方子。这个是专门为你定制的衣裳。现在你怀了孩子，以后每日肚子都不一样，可得仔细着，起居穿戴都得舒适才好。以后若还有什么需要，记得一定要跟母亲讲。娘，我知道了。娘，放心吧，万事有我，以后我会多陪着之威，定保母子平安。哎呦，轻点，娘疼死我！你早说，等你领了俸禄就好了。可到现在为止，我只看见受的苦赔的钱，哪有什么俸禄啊？你现在还被太后娘娘赶出宫，做官的希望都没有了。我跟着你还有什么活路啊？还不如带着我肚子里的孩子投河自尽算了。你现在还怀着身孕，什么东西？刚刚是我不对。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被太后赶出来又能怎么样？我照样有办法进入官场。真的？真的。礼部尚书周大人月末要办文人雅集，到时候凭我的才华，定能一举夺魁，获得他的赏识。可惜我需要入场券，若能得到，答应你的金山银山、高明夫人的尊荣，全都会实现。我帮你弄到入场券，真的。那是，我不仅给你金山银山，还要让柳之威亲自登门赔罪，叫你夫人。江燕上一世遭奸人所害，英年早逝，这一世我一定想办法护住他，兴许可以从周大人入手。过几日便是周府的诗会，上一世顾文远直步青云，和周大人的帮扶脱不了干系。兴许这一次我可以把周大人拉拢到江燕的身边，成为他的助力。柳之威，赢了寿宴又如何？上一世我便摸准了周尚书的喜好，必能一举夺魁。等我攀上周尚书，迟早把你和江燕踩在脚下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同科进士顾公子吗？全京城唯一一个至今无官无职的，也敢厚着脸皮来蹭雅集，怕不是走投无路，想攀高枝。可惜尚书大人看中的是真才实学，才不是靠蒙骗的。笑吧，你们就笑吧，等着瞧，看我在周大人面前大放异彩，定让你们跟柳之威一样，给我磕头道歉。
他怎么在这？这文人雅集向来都是男子场合，世子妃来凑什么热闹？定是想借着世子府的名头去攀附尚书大人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柳之伟，你一个将门出身的粗鄙女人，大字不识几个，也敢来凑文人雅集的热闹？莫不是江夜无能，让你出来另谋出路？那就不劳顾进士妃心了，你还是顾好自己的仕途吧。在场的都是文人雅士，柳之伟，你赶紧滚回去，免得等会儿输得太惨，丢尽了世子府和将军府的脸。顾进士既然这么说，那你敢不敢和我比试一番呢？好啊，比就比。既然是你非要自取其辱，那就别怪我欺负女人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，你可别忘了自己在太后寿宴上出的洋相。放心，一定会让你输的跪地求饶。即便上一世他在闺阁有几分才情，但我可是位极宰府，等下定将你人言法定。周大人到！诸位都是我朝新贵，往后仕途上还望你们与老夫互帮互助啊！今日宴请不为应酬，只为以诗会友，请吧，诸位。诸位，今日我们效仿古法，行曲水流觞之礼，搭配飞花令作诗，以小童罗生为号，罗廷便须作答，接不上者不合韵，或者脱离飞花令主题者便算落败，需自动离席，最终留在场上的便是今日的胜者。好。上一世我就是靠曲水流觞拔的头筹，周尚书就爱这风雅调调。柳之伟，这次我赢定了。上一世顾文远便靠曲水流觞崭露头角，这一世我要在你最得意的地方彻底击碎你的妄想。曲水流觞诗会比试开始。只剩你们二位，苏家二位才情不凡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换个玩法，叫诗文速创。这诗文速创由小童翻题，每题一字为引，需二位立时作答，须含题字和韵律，每题记1分，答满3轮，最终便是今日诗会最终的赢家。好，方才是你运气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粗鄙女子能装到几时。第一题，秋。简单。秋庭叶落，风敲竹，一枕清辉，梦亦幽。这诗和我上一世做的所差无几，他怎么会知道？第二题，雪。雪满边关金甲冷，长风万里卷貂裘。妙哉呀！好啊，好诗。都是我的诗，既然待到第3首，定要赢。第三题，冲。怎么了，柳之伟？江郎才尽了，刚才的锐气呢？莫不是抄都抄不出来了？顾公子，你倒是说啊，别光说不练，假把式。就是，刚才还神气呢，现在怎么变哑巴了？都闭嘴！对，上一世诗集中有一句与窗有关的，是窗畔灯花挑金叶，闲听疏语落梧桐。字字含情，句句入味，真是好诗，好诗啊！世子妃的才情简直如女中谪仙，佩服佩服啊！之前还妄言世子妃乃粗鄙将门之人，今日宴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。世子妃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文采，真是才貌双全。今日诗会的魁首非你。等一下，他作弊，
这些诗都不是他写的，是我的，他偷了我的诗稿。他偷了我的诗稿。文人剽窃不是小事，你说这话可有证据？我当然有，坏了，那些诗作都是上一世所写，这一世忙着娶禅意，哪留了证据啊？我的诗稿都落在家里，被他偷走，没带来。在家，我看根本就是没有吧。空口白牙，误认清白，这种事顾景氏也不是第一次做。世子妃，顾公子所言非同小可，你可有证据证明这些诗文确实你所作？对呀，我没有，柳追肯定更不可能有。还有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诗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周大人，我有证据。周大人，我有物证能证明，方才那3首诗都是知微所作。世子竟亲自前来，只是此事关同文人名声，不可大意。大人请看，这是知微3个月前的诗稿，都有太傅的标注。方才那3首诗都在其中，每首诗都标注了创作的时间和背景。不可能，这都是假的，肯定是他们说出好的。好你个顾文远，老夫看你是读书读坏了心了。这些诗文分明就是太子妃3月前所作，字迹娟秀，批注清晰，你竟然诬陷他剽窃，你这是辱没斯文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上一世顾文远做事灵感大多源于我的笔触，时间久，他还真觉得自己文采斐然。幸好这一世我早有准备，将诗作提前整理发表。真是无耻至极！就你还自称清流，这种人就该捉出来谈。女子的东西都偷，简直是我等耻辱。诗会魁首，世子妃当之无愧。世子妃大才，今日一饱耳福，实乃三生有幸。能见得世子妃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，乃是我等荣幸啊！大家谬赞了，小女子平时闲来无事，喜欢做几句歪诗罢了，班门弄斧，还让大家见笑了。不过呢，谈起才情和学识，我夫君江燕少年将军，保家卫国，领略过疆土的辽阔和异域人情，往后还望诸位与世子探讨学识才是。那是自然，世子少年英雄，文武双全，老夫早就想与之结交了。世子改日定当府上一叙，共探诗词雅赋啊！柳知微，看来你是彻底不顾你我的旧情了，想坑害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就算输了诗会又能怎样？只要能攀上周大人，我还有翻身之机。对了，上一世周夫人险些落水，是我搭救，周大人从此对我更是以礼相待。只要这一世我重演一遍，救下周夫人，一切还未可知。此时荷花开得正旺，不如几位一同与我上桥赏荷如何？我看赏荷是假，想见夫人才是真吧。知微啊知微，你到底是女子，不懂得这官场之道。只要我救了周夫人，天大的才情也比不上救命之恩。我的师傅来了。夫人小心！多谢世子妃相救。江玉，救命！多谢世子妃相救。江玉，知微，今日真是多谢你了，幸好你提前提醒，人多眼杂，恐有人心怀不轨，让我多加提防。刚才又及时相救，否则我今日怕是真的要失足落水了。夫人，我是永宁侯世子妃柳知微。夫人，今日来的宾客繁杂，尤其是人多之处，还望夫人多留一个心眼儿，当心有人别有用心。谢世子妃提醒。知微，你没事吧？本将门出身，小事一桩。夫人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是不是吓到了？
方才这人突然冲过来，若不是知微及时将我拉住，我怕是要被他推入井中。不知这人是何居心？不是的，周夫人，我是看您一个人在河边，怕您失足落水，我是冲过来想要救您，不是想推你啊。哦，那顾公子说说看，你怎么就笃定夫人一定会落水？我看这河边的石头稳固，夫人的站姿稳妥，周围又没有什么障碍物，你凭什么笃定夫人一定会失足？莫不是你早就筹划好，先把夫人推下水，再假装奋不顾身救上来，以此邀功啊？就像当初你污蔑我被你看光身子，想要逼我就范一样，今日你想重蹈覆辙，想要污蔑夫人的性命，是或不是？我没有，你别乱说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柳知微，好歹当年我也救你一命，你不能生育，我也愿意娶你为妾。你为何心思如此歹毒？若不是你买通太医，在太后的寿宴上害我名声受损，失去大好前途，我为何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？我也是被逼无奈，出此下策。顾公子怕不是眼睛有问题吧？世子妃这小腹微微隆起，这一看就是身怀身孕的样子。你竟然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，说她不能生育，真是自欺欺人到了极点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上一世我们一事无策，知微，你根本就不能怀孕，你们都在骗我！偏执至极，简直无可救药，还说什么前世？怕不是疯了吧？这种人也配称为文人，简直有辱斯文了。诸位有所不知，上次在太后的寿宴上，这位顾公子竟然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，说不会生育的女子为废物，还被太后杖责。如今看来，他非但没有悔过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罪恶至极。我记得我的邀请名单里没有他，他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老爷，是老奴的错，是老奴收了顾文远的好处，才把顾文远放进府里的。老爷，是老奴的错，是老奴收了顾文远的好处，才把顾文远放进府里的。就是这一点，顾夫人说只需要老奴将顾文远放进府内参加诗会即可。老奴一时糊涂，就把他放进来了。什么？原来我们经书是陈毅卖了我家周一件祖传宝贝。我这祖传玉佩够抵你的破不了了吧？这是我的祖传宝贝，快还给我！我的祖传宝贝！此人心胸狭隘，恶毒至极。只要老夫在朝中一日，你顾文远就休想踏入朝堂半步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不要啊！不要，周大人！不要啊！不要，周大人！顾文远，从今以后，你的仕途彻底无望了。柳知微，江郎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过来。他若有什么不轨，你随时唤我。柳知微，你告诉我，那本诗集还有救了周夫人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是我上辈子扬名立万的资本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顾文远，上一世是你说你一辈子圆满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与禅意以正妻的身份恩爱于人前。是你说禅意虽然是个丫鬟，但她配得上主母的位置。若有来世，望我将正妻之位让给禅意。是你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不管我付出了什么，都没有禅意给你带来的孩子来的重要。这一世你得偿所愿，娶了禅意为正妻，没有我扶你青云之路，也有人给你养儿育女。顾文远，你还有什么不满吗？柳知微，你重活一世，就为了江燕那个货色吗？罔顾你我一世的夫妻之情，
江燕她比你强上千倍万倍。至于夫妻之情，从你让我让出正室之位那一刻起，你我就没有旧情。柳志威，你好糊涂啊！江燕她就是个短命鬼，等她死了以后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到时候不还是要我出手？顾文远，你放弃吧，这辈子你只有下坡路。柳志威，你给我回来！江燕她就是个短命鬼，你我才是夫妻，我才是你的夫君。志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自从你从州府回来，就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顾文远又说了什么混账话？江燕，我有件事情一直瞒着你。有什么事儿你说，我们可以共同面对。其实我和顾文远都是重生的。上一世，你年少成名，战功赫赫，可惜被奸人所害，战死沙场，英年早逝。我也是后来整理你遗物的时候才发现，你一直珍藏着我儿时批注的那些事情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情感。上一世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。这一世，有你在我身边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会好好活着。好，我也不许你有事。所以，你参加诗会，是为了我笼络周尚书的势力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江郎，没什么，皮外伤。这衣服是顾文远的。柳之威，江燕再好也是个短命鬼，等他一死，你又该如何是好？到那时，还不是要我出手？顾文远，你居然想杀江燕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这一世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不是想平步青云吗？那我就让你一无所有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侍卫，你与江燕成婚1月便有了身孕。江燕年轻气盛，又是战功赫赫的少年将军，你吃得消吗？长乐，你又拿我打趣。其实我这一次是真的有要事找你相助。你我自小一同长大，亲如姐妹，有什么事尽管开口。是关于顾文远。他居然如此嚣张！放心，过几日我举办一场赏梅宴，到时候亲自下帖，邀他和禅意那个贱人在宴会上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你放心，我早有谋划。顾郎，喝口热汤暖暖身子吧。我不是你，我顾家怎么能落得这般田地？顾郎，我可是怀的你的骨肉，为顾家延续了香火，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功劳吗？顾公子，
公主府给您和夫人的请柬，参加腊月初8的小门宴。一定是我之前出去帮你应酬，赢得了好名声，所以公主才会邀请我们。顾郎，你看，还是有贵人赏识你的。知微何尝了公主消耗，定会去参加赏梅宴。到时候我便设计让她摔倒流产，没了孩子。等江燕一死，世子府定然不会再留她。她没了依靠，到时候我们还能再续前缘。都怪柳知微，害我如此凄惨。这次我一定要在宴会上害死柳知微，只要她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跟我抢顾郎了。梅园里树多枝密，正好遮挡视线。我悄悄过去推他一把，定能让他摔得流产。顾郎，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讲，不知你可否随我去偏房一叙？他叫我顾郎，莫不是回心转意了？顾郎，来坐。知微，我就知道我们一世夫妻，你怎么可能心里边没有我？顾郎，上一世我是顾府的主母，你我琴瑟和鸣，我扶你青云之路。这一世若不是你非要娶禅衣，伤了我的心，我怎么会赌气嫁给江燕啊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唉，江燕命短，我怎能不知啊？其实我心里念着的一直都是你。顾郎，喝下这杯酒，我们重归于好，好吗？顾郎，其实只要陪在你身边，我不当主母也无妨。到时候等我继承了十字府的遗产，再加上将军府的底蕴，我定可以扶你重回上一世的荣耀，让你重新踏入官场，步步高升。没错，知微，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。顾郎，顾文远，这酒里我下了药，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在众人面前出丑。柳知微，等会儿我就找个机会一刀解决了你。赏梅也赏了许久，想来大家也累了。前面的偏房收拾得干净，不如随我去那边休息片刻，喝杯热茶，暖暖身子。是。姐姐妹妹们请吧。你可算来了，快，好好陪我快活快活。啊！放肆！你怎么对我这么凶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害羞了。顾文远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竟敢当着我的面勾搭别人，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你说！
把星，都是你害的我！若不是娶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竟敢打我！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被周大人封杀，被太后厌弃，才会被世人当成笑柄。是我逼你娶我的吗？当初可是你哭着求我，非我不娶。我为了给你应酬打点，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为顾家开枝散叶，你竟敢这么说我！这顾家这么乱，要不是顾文远当初非得娶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奴婢，恐怕也没这么多事儿。扫把星，泼妇！顾文远，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。我的天，竟然是假的！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她用枕头装怀孕骗人。自从我确认自己怀有身孕，便彻底明白了症结所在。上一世我未能有孕，并非是我的问题，不能生育的一直都是顾文远。既然如此，禅医所谓的身孕定然也不是真的。我早已暗中吩咐了江湖，盯着禅医的一举一动，果然查清了他假孕的真相。今日便是让他们自食恶果的时候。抱歉啊，你的孩子还给你。好你个贱人，你居然敢骗我！你就用假孕在糊弄我！骗了你又如何？我为了给你生孩子，天天使用不同解数，就为了讨好你。可你根本就不中用。我去医馆查过身子，大夫说我身体很健康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不能生育的根本就是你这个废物！原来不能生的是顾文远，真的笑死人了！之前还到处宣扬世子妃不能生育，没想到回旋镖直接炸到自己身上了。是啊，自己是个废物，还反过来污蔑别人，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。上一世，禅医的孩子。既然你一直以为你怀的是我的孩子，才一心想让你当主母，这才背弃了和知薇的婚约。我竟然为了你这个贱人，错过了知薇，还替别人养了一世的孩子。你这个该死的骗子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你是你自己不能生，居然还敢打我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跟着你。要不是为了主母的身份，我怎么可能会一直跟着你啊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你们汲汲营营的富贵荣华，终究毁在自己的贪念里，这便是最好的结局。公主的宴席竟敢带凶器入场，好大的胆子！看来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真心想来赴宴，而是另有图谋。禅医，你是想在宴会上杀人吗？你想杀的人是我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跟他和离。只要你愿意让我回到你的身边，我可以一辈子都侍奉你。回到我身边，你也配？我呸！你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！当初小姐救你于危难，待你可不薄。你却恩将仇报，几次三番加害于小姐。你现在说这些鬼话，谁信啊？小姐，当初你在雪地里把快要死的我救回来，给了我第二条命。我保证，以后我只一心伺候您一人，绝无半分抗旨。世子妃当年救了他，他竟然恩将仇报，简直是个畜生！忘恩负义的，就该遭天谴。原来你还记得我当年救过你。小姐，看在我之前尽心尽力伺候过你一场的份上，你就跟公主求求情，饶了我吧。禅医，我柳之薇当年在雪地里救你，给你安稳的生活，待你如同姐妹。可是你呢，把我的善良当作软弱，把我的宽容当成理所应当，甚至还要取我性命。
不知当年早已冻死在当年的雪里。公主，在赏梅宴上携带凶器，还请公主发落。把这个贱婢给我带下去，杖责20。世子妃做得好，这种白眼狼就该逐出门啊！侍卫，我错了，都是禅意那个贱人害的。你原谅我，我这就休了他，以正妻的规格，是以皇上群西门可好？你也配？侍卫，我明白了，你故意设计陷害我，假意和我和好，引我入局。好你个毒妇！顾文远，你今日的下场完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你污蔑我抄袭剽窃，试图抹黑我的才情，在今日的宴会上还心怀不轨，对公主动手动脚，丢尽了斯文。还有，这是你妄图刺杀世子留下的证据，这桩桩件件足以判你重罪。世子妃柳之薇，还请公主做主。顾文远罪恶滔天，数罪并罚，本公主便做主，发配至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这便该是你的下场。上一世，我还是权倾朝野的宰辅，何等风光！这一世，我竟然成了人人唾弃的赠家之犬。柳之薇、江夜，都是你们害我！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你只是要去哪儿？还敢拿着我东西私逃？顾文远，这都是你欠我的，你给我滚开！都是你害我失去职位，痛失宰辅职位，上辈子还让我替野男人养孩子，现在想走，没门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顾文远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我杀死你！我杀了你！死了也好，下一个就是江夜。等他死了，柳之薇就还是我的了。夫人，辛苦了。顾文远生性歹毒，又极度不甘。我听闻他现在逃走了，穷途末路，必然会狗急跳墙。放心吧，按你所说的，都准备得极其充分，应对变故绰绰有余。图记带来了吗？放心吧，边防图绝对保真。我上一世位极宰辅，所有边防图尽在脑中。很好，天皇陛下东夷的赏赐一定会入省奉降的。如果攻下我朝，我还要你们国家的宰辅之位。好，我会和天皇陛下进食的。拿下！顾文远，你勾结外敌，出卖国家兵防图，你该当何罪？柳之薇、江夜，原来是你们早就设好的埋伏，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。顾文远，你错了。若不是你贪欲熏心，企图利用国家的安危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你又怎会走到今天这般穷途末路？我不服！柳之薇，你就是个毒妇！顾文远，你背信弃义，毫无底线，出卖家国不择手段，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恶路，与旁人无关。你今日的下场是你自己罪有应得。
不是的，我本该是宰辅，我该是宰辅。小姐，江夜，住了！柳之伟，我就说过江夜他是个短命鬼，这下你的靠山没了，你总算该回到我的身边了吧？柳之伟，我重活一世，如果有你和将军府的辅佐，我定能重现上一世宰辅的风光，我甚至可以拿下京都。我称帝，你为后，我们一起最后天下，可好？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助力。做梦！顾文远，你还真是无可救药啊！无可救药的愚蠢！还好夫人早有准备，就凭你也想伤我？不可能！上辈子明明死的就是他，柳之伟，身边的人应该是我。顾文远，你生性狡诈，阴险歹毒。对于你这种奸邪之辈，我早已布下了万全之策。你以为的绝地反扑，不过是自投罗网的笑话。你幻想着帝国霸业，更是痴心妄想的泡影。犟什么？将这个叛国贼拿下！放开我，柳之伟，你不能这样子对我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跪下！活该，让他通敌卖国，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！可不是嘛！之前还派人散播谣言，毁坏世子妃名声。要我说，这种祸害就应该千刀万剐，死有余辜。侍卫，若有来世，我定然不会再选禅意，定要拼尽全力选你。这一世的遗憾，下一世定要弥补。时辰到，斩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世子妃柳之薇聪明果敢，深明大义，于危难之际识破奸计，力阻通敌叛国之祸，护国安邦有功。特册封柳之薇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赏赐黄金100两，锦缎1000匹。钦此。臣妇柳之薇，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位，往后余生，我不仅要护家国安宁，更要护你和孩子岁岁无忧。江燕，往后余生，我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身旁有你，家宅和乐。慢着点儿，弟妹，你跑慢点，慢点儿，给我们讲故事呢。我才不慢，爹爹，你快给我们讲讲你和娘亲是怎么认识的。好。爹爹啊，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嘘，一个你们娘亲都不知道的故事。爹爹啊，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一个你们娘亲都不知道的故事。从前啊，有个体弱多病的小男孩，总是被其他的小孩欺负。路不欺负小崽子，打你怎么了？有一猴去镇守边关，他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所以不要你了。住手！哪来的野丫头片子，敢管我们几个爷的事？再不住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疼吗？不疼，谢谢你。后来啊，这个小男孩迷了路，又被这个小女孩给救了。你们
你看，这有个小孩，他好可怜呀。我们给他带回府里吧。好的。再后来，小男孩被父亲带回了家，他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女孩。于是啊，他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少年将军，也如愿以偿的娶到了那个女孩。他决定用自己的一生，用自己的生命和忠诚，好好守护她，护着他们的家，一生一世，永不相负。我年轻好漂亮！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弟弟一样保护我们家。好，江燕，你过来，帮我看这株兰花是不是该浇水了。来了。